各位朋友，金灿荣教授9月10号在微博发文怒怼公知，他呢直接说有一些公知啊认知简直已经是定型了，形成钢印了，改不了了。金教授是这么说的啊，说有些人的认知啊已经是定型了，形成了钢印了，改不了了。最近几个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现象，但研究一下不难发现，这些现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有些人极度崇拜美国，极度看不起中国，觉得美国人用的厕所比中国的好，他们还总想以教师爷的姿态启蒙老百姓，教老百姓如何提高认知。其实这帮人是最应该接受启蒙的，单单就事论事，批判某个人某种现象可能还不够，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总结。这两天大家批判的那个汉奸，他就是80年代出国被震撼到了，然后就跪下起不来了，说的是日本的汉奸石平。这种人特别多，从思想上的去直是一个系统工程，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得形成这种自觉，并要以此付出艰苦的努力。在学术界来讲，西方好的文化和理论，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使我们更多的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的经验。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但我充满信心，特别是对年轻的一代。这个金教授是有感而发啊，因为93阅兵的余温呢还没有散去，天安门广场上展示的国之重器和昂扬的精神风貌让国人备受鼓舞，连不少外国网友都忍不住点赞，说中国最好的武器是不把钱花在战争上。可是就在这样的氛围里边，网络上总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嗡嗡作响。说到底还是因为阅兵结束以后啊，一些公知之流呢又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拿着放大镜在鸡蛋里边挑骨头，满眼都是对国外的追捧，对自己国家却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冒出了说美国人用的厕所都比中国好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对吧？这些年网络上总少不了这么一群人，是吧？他们开口闭口都是国外好，仿佛月亮到了国外都比国内圆。你跟他们聊经济，他们就说中国的发展全是水分，人家的西方才叫真发达。你跟他们聊科技，他们就说中国的创新都是抄来的，核心技术全在外国手里边。就算聊到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他们总能找出一堆理由来证明国外的空气更甜，自来水能直接喝。哎，这不说着好像那个护尘风啊，是吧？护尘风当然那是个文盲嘛，那称不上公知了，反正都是一个调调，都是大侄子的那种调调。这种逢喜必捧逢中必踩的调子早就成了他们说话的固定的模式。更让人无奈的是呢，他们总喜欢把自己摆在清醒者的位置上，总觉得别人是被蒙蔽的，只有他们看透了所谓的真相。可实际上呢，他们的认知啊早就停留在了过去，对这些年来这个国家的变化是视而不见。因为他们通常除了那个说假话来在网络上舔那些那个反贼的屁眼挣钱的，比如说护尘风以外，他们都属于社会的底层，连出国的机会都没有。就这群人跪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好吧。这个对于这些人呢，金教授其实有着精彩的论述。其实公知这个群体呢，它是一个特殊生态的产物它是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当中一个副产品吧。年轻的时候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实际上他思考能力是很有限的。然后呢改革之初见到了西方，然后就崇拜就跪下来了，跪下来站不起来了，也就是他那一瞬间的震撼就决定了他的终身。这些人有点才气，其实在这个改革进程当中获益也非常的多，但是他没有感恩之心。公知实际上他们人格是有缺陷的心理非常扭曲，他永远盯着黑暗。在最近这一段的语情里边年轻人不跟他们走，对吧？这个太重要了。而公知
总体年纪偏大嘛，50、60岁、60、70岁啊，这个，那么现在20岁、30岁这帮孩子们呢，他很阳光，心理相对比较健康，对西方比较了解，他没有那种跪拜感、崇拜感，对吧？这个能力还很强，所以希望在年轻人这边，所以我觉得公知已经没有希望，让他什么贡献都没有，除了骂人嘛，我骂故我在，你说留了他有什么用呢？纯粹是个负担，对不对？金灿荣当面对公知画面极度舒适。讲一下中国啊，现在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有一帮公知和还有脑残粉他们真心的认为中国不行，这天天贬低中国然后他们特崇拜美国。问题是他崇拜的美国的精英层，真心的认为中国很行，这是个矛盾所以我现在经常呼吁中国政府得想办法把我们的工资送到美国去算了，是吧？由他们去说服美国的精英，告诉他中国真的不行，你就别整我们了，对不对？放中国一马，那多好这矛盾就解决了嘛。当然好像中国政府还挺宽容的，还是允许他们存在这个其实我觉得得想个办法，搞个政策，就这帮恨国党送出去算了。这帮恨国党，我觉得人格是肯定是有缺陷，心理有疾病的，他们本质上是恨人类。但是问题在于哪呢？因为咱们这帮公知除了在国内祸害人，还是没什么用这个，但问题是美国的公知真认我们是对手，这就很麻烦。这是我们中国外交的第一麻烦就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真心的认为我们是对手，然后全方位整我们。这是国际政治 Next 非常大。这些年，有些领域是进步的非常快，但是有些领域呢，的的确确社会的吐槽声音非常大，压力也很大，困难人群、压力人群、年轻人的问题仍然也非常多。所以一方面呢，的的确确我们要跟美国人比较，但另外一方面，我倒觉得其实也要向美国学习。王文老师非常强调向美国学习，金灿荣老师，你有什么见解？他那个话永远正确，他那个话永远正确，他那个话永远正确。这就说明我们还有一些弱点。我们弱点呢，就是我们工业化启动太慢了，需要一点时间。其实我觉得我们社会科学把问题搞复杂了。西方之所以超越我们呢，就是因为它现代化搞得成功，而且搞得早。但是呢，在后现代国家当中我们算幸运的，我们成功了。而且我们是工业化块头最大的，所以呢，我觉得给我们一点时间吧，应该这些问题逐渐都可以解。Next， 中国工资推广的一个概念，我认为国内说这个的话的人就是洋奴，是吧？国际上说这个话的人就是西方种族主义者，我是坚决反对的。我们是正常外交，公正外交。我记得就前不久吧，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先生在我们人民大学传研研究院办的年终会议上有一个回答，就是谈到战狼外交。他认为呢，就是我们国内有些人呢对西方很崇拜然后呢觉得凡事不能得罪西方，你这个话讲硬了一点，得罪西方你就不对然后乐玉成先生认为这是鲁迅批判的叫友邦金叉论，知道吧？美国多厉害，你怎么骂美国呢？好像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就美国错了也不能批评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洋奴哲学。友邦金叉论就是洋奴哲学，不要说没有自信，他没有是非，是吧？你再伟大，错了也错了呀，为什么不能批评是不是美国有问题？我们中国是被迫反应的。美国都打上门了，对不对？我还不能骂他、批评他两句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不发声，对国际上的错误事情不发声，谁发声呢？对不对？中国对美国的一些批评，不光是代表中国，是代表世界上80%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最近，是不是西方人天天污蔑我们中国在新疆搞种族灭绝，对不对？后来华春莹说这个称号留给你就留给你们家。西方人到了美洲，真把当地人搞没了，是不是？原来美洲好几千万人呢，后来降到几百万人了，
对不对？总之就是对网上炒作的战狼外交，我个人是否定的啊。Next， 要印度他不会硬吹的，知道吧？那个就是硬吹，现在我看还出来越吹，对吧？就中国就这帮神经病啊，你看，精神上有毛病的一群人，这帮公知，就是他的总目的就恶心中国人。这个他虽然作为中国人，但是呢，他那个志士太高，应该觉得中国人应该要尊敬他啊。结果这帮人呢，混得像个鬼似的，然后呢，郁闷就仇恨国人啊，仇恨国人有一个办法，就到处吹老外，美吹、欧吹、俄吹还可以吧，现在硬吹还出来了。越吹还出来了，我觉得这玩意纯属那个智力低下是惊天地泣鬼神呐、那个，就是以后作为教科书得专门研究一下，这帮人真是资质有问题的。那个，反正这样就是印度呢，怎么说呢？他是有社会主义。Next， 照我的谣说那个，因为我骂公司很狠，所以公司现在很恨我，天天照我的谣，说美国取消我的签证，告诉大家美国人很欢迎我去。因为我骂美国骂的比较爽，他们很欢迎我。Next， 最难就是未来5年，5年以后会好一些。再过10年，中美关系反倒会好。因为我的推算，10年就是2030年，中国的 GDP 将明显的超过美国。我的预测啊，到2030年，中国的名义 GDP 可能是美国的，比如说130、140，打1/3。但是实质 GDP 叫 substantial GDP， 就是叫 PPP GDP，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可能是美国的200%，然后那个 manufacturing GDP 可能是美国的400%，知道吧？这个就10年以后，这个美国再想遏制中国，变成 meaningless， 完全没有意义。10年以后呢，我觉得美国会接受中国崛起，那个时候中美关系就好了。这有点像日本，日本过去10年其实。金教授讲话了，这些人呢，算作是中国的社会垃圾啊，可惜美国不要啊，你要把他送美国接受再教育啊，这也是个难事儿，是不是？好吧，公知啊，在这个中国应该是越来越成为稀缺品种了啊，因为这群老帮菜啊。这个老棺材瓤子之后，应该是青年一代啊，能够当公知的是越来越稀少了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